大家好，我是大雄。在许多凶杀案中，前任这一身份往往带着微妙的复杂性。曾经亲密无间的恋人了解彼此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分手后这份熟悉也不会立刻消退，有时会转变成善意的关心，有时则可能演变成致命的纠缠。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案件就围绕着一对昔日的情侣展开。当他们其中一人突然失踪后，另一人很快成为了头号调查重点。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线索让整个调查蒙上了复杂的阴影，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巧合让一位好心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事发生在美国肯塔基州谢尔比县的一个乡村小镇，这里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口仅不到2000人。40岁的水管工凯尔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他性格外向，喜欢结交朋友，是镇上人尽皆知的老熟人。然而1998年10月25日，这位居民眼中的老面孔却突然消失了。他没有留下任何口信，家人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很快，消息在小镇传开，将近一半的居民自发加入了搜寻队伍。可是5天过去了，凯尔依旧了无音讯，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就在搜寻陷入僵局时，一个人的名字开始被广泛提起，这个人就是凯尔的前女友苏珊。说起苏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她与凯尔那段动荡不安的关系。在过去的2年里，两人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吵架和冷战几乎是家常便饭。甚至在事发前不久，苏珊还向法院申请了针对凯尔的限制令，似乎下定决心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通常来说，申请限制令意味着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但奇怪的是，自从凯尔失踪后，苏珊一直在积极参与搜寻。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自称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建议大家应该将搜寻重点放在有河流、湖泊或者类似的水域。 While we were looking for him, just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him, I prayed really hard, and I asked God to show me where Deanie was. And God showed me something in my head. He just put the picture in my head of this muddy water that was rushing by and weeds sticking up out of it. I said, I think we need to look in water, in a river or a creek or a lake or something. 苏珊的这番言论很快让她成为全镇的舆论焦点。起初人们只是议论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但后来风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5号，也就是事发10天后，一位钓鱼人在格拉茨河桥下的肯塔基河发现了凯尔的尸体。尸体明显是从桥上被人抛下去的，发现时他上身赤裸，下身穿着牛仔裤，双脚被一根吉他连接线紧紧捆住，脚下还绑着一块沉重的水泥砖块。显然凯尔遭到了谋杀，有人企图利用砖块将他的尸体沉入河底。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凯尔的尸体已经严重腐败膨胀，出现了法医学中常见的巨人观现象。这一过程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通常需要1周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凯尔在失踪当天就已经遭遇不测，只是尸体在腐败膨胀之前一直沉在河底，并未被搜寻的人们发现。尸检结果显示，凯尔死于近距离头部中枪，头骨中留有2枚.22口径的马格南子弹。这种子弹要比普通的.22子弹弹壳更长，威力也更大，通常只有专用的手枪或者步枪才能安全发射。此外，子弹表面还发现了少量织物纤维，虽然警方无法确认这些纤维的具体来源，但凭经验判断，凶手可能使用了某种软性材料作为手枪的消音装置。这些附着在子弹表面的纤维可能来自衣服，也可能来自枕头之类的物品。除了2处枪伤，凯尔的头部还有一道成因不明的擦伤，同时体内还检测出了违禁品成分。总的来说，本案的线索并不算太少，警方通过上述发现已经对凶手有了初步了解。首先，他是一名音乐爱好者，或者至少会弹吉他，否则不太可能使用吉他连接线捆绑尸体。其次，他有一把能够发射.22口径马格南子弹的武器，并且很有可能认识凯尔，因为将尸体沉入河底需要进行一系列准备，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像随机作案，更像是有预谋的针对性谋杀。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很快确认了凯尔遇害前的活动轨迹。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线索，凯尔在案发那天早上搭乘一辆银色轿车前往了一家支票兑现点，兑现了一张$250的支票。但遗憾的是，警方并未追查到那辆银色轿车的驾驶员身份，也不清楚凯尔兑现支票后又去了哪里，这也成为了本案的一个关键盲点。不过，新的线索很快出现。就在警方调查期间，当地开始传言苏珊可能与凯尔的死亡有关。原因正如之前所说，苏珊与凯尔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她却在凯尔失踪后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还以上帝的名义精准预测了凯尔的下落，这一行为怎么看都显得不太正常。更关键的是，随着传闻愈演愈烈，一位热心群众亲自前往了苏珊家查看情况，结果他刚走进房门，很快就注意到餐厅的地板上有几处弹孔。苏珊见状，当场神情大变，急忙用椅子将弹孔遮住，整个人显得格外紧张，仿佛他的秘密被人揭穿了一般。事后，这位热心群众将情况报告了警方，苏珊也因此成为了本案的关注重点。接下来，警方立即对他展开了询问。They said they'd heard there were some bullet holes in my house. And I said, well, yeah, there is. I'll show them to you. 起初，苏珊表现得非常配合，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祷告得知了凯尔的下落，接着又解释了家中的弹孔来源。她的说法是，不久前有一名醉汉闯入她家，企图对她图谋不轨。当时她感到非常害怕，于是拿出了手枪，警告对方赶紧离开。可没想到，那人并不相信他会开枪，仍然赖在家里继续纠缠。情急之下，他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这才把那名醉汉吓跑。也正因如此，他的家里留下了开枪的痕迹。 There was this biker type guy that was going with a friend of mine. I didn't know Bo's last name. I'd only met Bo once. And one day, just out of the blue, here comes a motorcycle up my driveway, and it's him by himself. And he walked in. He was drunk and mumbling, and then he started fumbling and trying to touch me and stuff. And I told him no, and he didn't want to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got scared. Don't make me And I pulled my gun out, blew a hole in the ceiling. And he left. 苏珊的解释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按照她的说法，弹孔应该在天花板上才对，但实际情况是弹孔在她家的餐厅地板上，而且还是2处，所以无论是弹孔数量还是位置，都与她的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当警方提出质疑后，苏珊并未做出进一步解释，而是直接将他们轰出了家门。最后，他还放话说：“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这样只会放走真正的凶手。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在这里什么也找不到。”苏珊在关键时刻的拒绝，无疑加深了警方的怀疑。在警方看来，苏珊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嫌疑人。首先，她与凯尔存在矛盾，具有明确的犯罪动机。其次，他是一名吉他爱好者，家里有捆绑尸体用的吉他连接线。更关键的是，他的住所内存在来源不明的弹孔，而且他还拒绝让警方检查。如果换作其他人，警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但面对苏珊，他们却陷入了犹豫。因为苏珊只有一条腿，平时她连走路都走不稳，更别说将体重近200磅的凯尔从桥上抛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当然，警方也曾考虑过第三人参与犯罪的可能，但经过调查后，他们并未发现相关证据。随着线索逐渐枯竭，调查最终陷入停滞，本案就这样成为了一桩悬而未决的谜案。 Some people were still afraid to come around. I'd get a few dirty looks at church even. And it was hard. I just tried to move on with my life and be happy.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小镇的居民渐渐不再提起凯尔的名字，但关于苏珊是凶手的流言却从未真正停止。人们仍然怀疑他，议论他，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能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起初，苏珊以为只要他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一切终将会过去。可没想到，他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2006年，肯塔基州警局重启了凯尔案的调查。作为曾经的头号嫌疑人，苏珊毫无悬念地再次成为了调查重点。
5月31号，负责本案的首席调查警探托德敲开了苏珊的家门。这位个头不高、面相憨厚的年轻警探给苏珊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当时苏珊感觉托德看上去就像邻家弟弟，没有那么有攻击性，于是便邀请他进入了房间。两人先在沙发上闲聊了一会儿，随后托德便提出想要查看一下地板上的弹孔。苏珊稍微迟疑了一下，仿佛时间回到了8年前最初被警方怀疑的场景，但出于配合调查的考虑，最终他还是答应了。然而这次托德在地板上发现了4处弹孔，比第一次警方检查时多了2处。苏珊见状赶忙解释说，他在搬到这栋房子时，房子里就已经有了许多弹孔。在乡下这种地方，人们都喜欢玩枪，地板上的弹孔说不定是上一任房主留下的。That house had bullet holes in it when we moved in it. There was a bullet hole in the side of the refrigerator that the cops never found that was in that refrigerator when I got it. Out in the country like that, people fire guns around. 托德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很快便离开了。苏珊当时感觉这位警探人还不错，没有刻意刁难自己，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托德的缓兵之计。实际上托德根本不相信苏珊的解释，他保持沉默只是为了稳住局面，争取时间申请搜查令。5天后，托德带着几位调查人员再次来到苏珊家，这次他没有了上次的和气，直接将苏珊关进警车，禁止她靠近房子。随后几位调查人员进入屋内，开始搜寻他们想要的证据。最终他们在餐厅地板下发现了一枚.22口径的子弹，并且在地板的弹孔中检测出了男性 DNA。 虽然 DNA 只能确认来源为男性，并不能直接证明来自遇害的凯尔，但托德警探丝毫没有在意，他确认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足以将苏珊送上法庭，以谋杀罪名起诉他。 Sir, you need to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be sworn.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Yes, sir. Thank you. 2007年4月5日，谢尔比县大陪审团就本案召开闭门听证。托德作为证人向陪审团陈述了他掌握的调查事实和证据。托德表示，凯尔的母亲曾给他提供过一张苏珊写给凯尔的欠条，他根据这张欠条推测，凯尔可能在案发那天前往了苏珊家索要欠款，但遭到了苏珊的拒绝，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最终导致苏珊开枪打死了凯尔。托德认为，当时苏珊总共开了6枪，其中2枪击中了凯尔的头，3枪打偏射中了地板，最后1枪则擦着他的头射进了地板。这就解释了凯尔的头部为何会有擦伤，以及地板上为何会留下4处弹孔。此外，托德还讲述了在地板弹孔中发现子弹碎片和 DNA 的事情。他强调 DNA 来自人类，是一名男性留下的，但并未说明 DNA 是否与凯尔匹配，也没有提及那枚子弹实际上只是一枚普通的.22子弹，而非射杀凯尔所用的马格南子弹。最后，托德又讲述了苏珊处理尸体的经过。为了让陪审团相信，他竟然隐瞒了苏珊是残障人士的事实，只提到苏珊喜欢弹吉他，家中堆满了吉他配件，以此解释凯尔的尸体上为何会有吉他连接线。总的来说，托德的证词严重偏离了事实，也影响了大陪审团的判断，最终他们决定以谋杀罪起诉苏珊。 With regard to indictment 07CR4, Ms. King, how do you plead to the amended charge of 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 that being a Class C felony, pursuant to North Carolina versus Alford, guilty or not guilty? Guilty with the Alford plea.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珊明明没有犯罪，却接受了检方的认罪协议。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证明清白的机会，也让陷害她的托德得以逃避应有的审查。因为一旦接受认罪协议，案件将不再开庭审理，托德也就无需再提交那些漏洞百出的证据。根据认罪协议，苏珊最终被判处2级过失杀人罪，获刑10年监禁。那么问题就来了，苏珊为何会认罪呢？实际上，她是受到了律师的诱导。根据苏珊的说法，起初她并不打算认罪，但律师告诉她认罪是最稳妥的选择，因为这样她还有机会申请假释。可如果不认罪，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甚至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苏珊不懂法律，也不想冒任何风险，于是最终选择了认罪。I regretted it,
Before I said it, I didn't want to plead guilty. But the lawyer said, right now, they're wanting your life. They want you to have death sentence. And I said, I'm not pleading guilty. I didn't do it. My lawyer said, Susan, you've been in jail now for 17 months. Things will be a whole lot better at prison. So go on, plead guilty to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 She said, you'll come up for parole, and you'll get paroled the first time, and you'll be out, and it'll all be over with. 至此，苏珊已经身陷囹圄，但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一件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2012年5月3日，一个平常的周四晚上，路易斯维尔市警局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理查德，34岁，是一位登记在逃的杀人犯。他的出现让警方非常诧异，尤其是一直追查他的警探摩根。当时摩根已经下班回家，在听到理查德投案自首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赶回了警局。一路上，摩根设想了各种可能，但万万没想到，理查德投案自首竟然是想达成一笔交易。He said, my brother got caugh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ransporting drugs from Texas. If you could help my brother out, get him out of prison. He said, well, I'll tell you about the first person I killed. 理查德告诉摩根，他的兄弟因为贩毒被联邦政府关进了监狱。如果摩根能设法救出他的兄弟，他将会坦白自己曾在谢尔比县犯下的另一起杀人案。虽然摩根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但为了破案，他还是假装答应了。随后，理查德便提到了凯尔的名字。他表示自己与凯尔只是泛泛之交，本身没有任何仇恨。当时他杀死凯尔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对暴力的好奇，想要体验一下杀人的感觉。I get him tied up with these guitar chords, like you plug into an amplifier that ties some bricks onto him.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理查德提到了许多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细节，例如他清楚地讲述了凯尔那天所穿的衣服，还表示曾载着凯尔去过支票兑现点。更关键的是，他交代凶器是一把发射.22口径马格南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且提到开枪时曾用衣服遮住枪口，充当临时的消音器。总的来说，理查德的供述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这不仅证实了他是杀害凯尔的凶手，也让含冤入狱的苏珊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俗话说，冤枉你的人比你更知道你有多冤。之前那位将苏珊送进监狱的警探托德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又耍起了小伎俩，企图阻止苏珊翻案。首先，托德对理查德进行了一次单独审问，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是否威胁过理查德，但自从审问结束后，理查德便突然改口，收回了之前的证词。更耐人寻味的是，记录两人谈话的录音机也在事后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其次，托德还动用了人脉关系，企图向摩根警探施压，要求他不要再插手此事。由于摩根拒绝退让，并且还整理了大量有助于苏珊脱罪的证据，最终他被警局高层针对，从原本的刑事调查警探降职为普通的巡警。然而，尽管托德百般阻挠，但胜利最终还是站在了正义的一方。2014年10月9日，谢尔比县巡回法院驳回了对苏珊的所有指控，宣告她无罪释放。帮助苏珊脱罪的警探摩根因为遭到不公正的降职，最终获得了45万美元的赔偿。至于陷害苏珊的托德，目前他仍在肯塔基州警局工作，职位已晋升为中尉。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雄，下期见。